金价跌了近 6%。明天美联储发生，有3个数字可以帮你判断这是恐慌还是机会。今天的视频我会用大白话告诉你，为什么这一个月黄金跌得这么急。明天凌晨 FOMC 纪要出来之后，市场最可能往哪里走？4531美元这个价位到底是危险信号，还是黄金给你的第二次机会？ JP Morgan 喊到6000美元，高盛喊到5400美元，他们看到了什么？最后我会给你一个3步行动清单，今天看完就能用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好投资，我是你们的经营观察员。先把今天的家底说清楚。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，纽约时段收盘前，黄金现货价格大概在4531美元一盎司，听起来还是很高，对不对？但你要把时间拉回到大概1个月前，那时候的金价是多少？4814美元。也就是说，过去30天黄金跌了 5.78%。 很多在过去1个月才进场的朋友，现在账户是绿的，这里的绿是亏损的绿。但是你再把时间拉远一点，看12个月黄金涨了 41%。 再看历史最高点，2026年1月28号黄金摸到过5589美元。所以现在的位置是从最高点跌下来的中段，也是过去1年大牛市里一次比较像样的回调。问题来了，这是熊市开始还是牛市加油站？明天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凌晨，美联储会公布4月28到29号那次会议的纪要。这份纪要会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关键的事，联储内部到底在想什么。今天的视频我不给你买卖建议，因为我不知道你账户里有多少钱，你能承受多大波动。我给你的是一个判断框架，3个信号，看完之后你自己能判断这次回调的性质。我们直接进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1个月黄金跌得这么干脆？答案是3个字，被压住，被3股力量同时压住。第一股力量是通胀没死透，美国4月份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了 3.8%， 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也就是说，过去差不多2年里，美国通胀第一次又冒头到这个高度。更麻烦的是，上周公布的 PPI 也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创了4年最大涨幅。 PPI 是 CPI 的上游，工厂出门的价格涨了，迟早会传到货架上。通胀冒头对黄金来说本来应该是利好，对吧？但是市场不这么算账，市场的逻辑是通胀高了，美联储就不能降息，不降息，美国国债的利息就高，利息高了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高，所以短期内通胀反弹反而把金价压住了。第二股力量是降息预期被打回原形。我看了 CME Fed Watch 这个工具，这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专门追踪市场对美联储动作预期的官方工具。他今天给出的数据是6月份美联储不降息的概率 99.9%。 99.9% 是什么概念？基本就是市场已经一致认定6月没戏。更狠的是 TD Securities 加拿大民证券，他们的预测是美联储会把当前这个 3.5% 到 3.75% 的利率一直维持到2026年第3季度，换句话说，等于全年0次降息。年初的时候，市场还在预期1年降3到4次，现在呢，降到0。这个预期的塌方是过去1个月黄金最大的压力来源。第3股力量是美元变强了。最近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把油价推高，油价一高，通胀预期就更顽固，美元反而走强。强美元对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来说就是直接的逆风。3股力量叠在一起，金价就被一路压到4531美元。你需要知道的，回调不是黄金的故事变了，是市场对联储的预期变了。通胀压住降息，降息压住黄金，这是链条。你可以做的，打开 CME 集团官网搜 Fed Watch Tool， 这是免费的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每周看一次，看市场对下次会议的降息概率有没有变化。当这个概率从 0% 开始往上走，就是宏观风向第一次松动的信号。这是一个工具，不是建议，不涉及你买什么卖什么。
但是明天凌晨的 FOMC 纪要可能让这个 99.9% 的概率重新摇晃。怎么摇？我们看第2章。如果今天讲的压力链条有用，记得点一个赞，让算法知道你想看更多这种讲透逻辑的内容。下面要讲的是明天凌晨那份纪要里最关键的几句话，这一部分你一定不要错过。FOMC 纪要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美联储开完会3周之后，把会议上谁说了什么，争论了什么，整理成一份文件，公开发出来。为什么这份文件这么重要？因为它告诉你2件事。第一，联储官员内部的分歧有多大。第二，他们关注的下一个数据是什么。我们今天可以提前推演2种情景。情景1叫鹰派情景，如果纪要里出现这些词，通胀风险偏向上行，需要更长时间维持限制性政策，对降息保持耐心，那市场会立刻得出一个结论，联储比想象的还硬。如果是这种结果，黄金短期会怎么走？大概率继续往下试。4531美元下面，第一个支撑区是4466到4423美元这一段，在下面长期关键支撑是4300美元这个整数关口。记住这个数字4300，这是很多技术分析师画在图上的那条心理线。只要这条线守住，这一轮回调就还属于牛市内部的再积累，不是结构性的反转。情景2叫鸽派意外，如果纪要里出现这些词，部分委员认为劳动力市场风险上升，通胀回落路径基本符合预期，讨论了放缓缩表，那市场会立刻翻脸。原来联储内部已经有人在松口了。这种情况下，黄金会怎么走？短期可能直接跳起来。第一个目标位是4579到4607这个区间，这是它最近击穿的第一道支撑，反弹回去先要重新站上这里。但是注意我用的词鸽派意外，意外意味着这不是市场目前的主流预期。 CME FED Watch 那个 99.9% 的数字已经把鸽派的可能性压到地板上，所以一旦真的出现鸽派信号，反应会比想象的更激烈。那我们怎么看待这2个情景？不要赌，我重复一遍，不要赌哪个情景会发生，这不是我的工作。我的工作是告诉你，纪要出来之后，第1个小时金价的反应比纪要本身更重要。市场的第一反应往往会告诉你2件事，一是机构资金的真实持仓方向，二是这次回调的剧本是不是要翻篇。你需要知道的，鹰派纪要的下方关键位是4300美元，鸽派纪要的上方第一目标是4600附近。这2个数字记在脑子里，是你看明天行情的坐标系。你可以做的，今晚睡觉前找一个免费的财经日历，比如 Investing.com 或者 Forex Factory， 搜 FOMC Minutes， 把这个事件加到关注。第2天醒来，第一件事不是看价格涨跌多少，而是看1小时内成交量有没有放大。成交量配合价格才是真信号，这是一个观察方法，不是操作指令。接下来这个数据可能会改变你对整件事的看法。短期的事情聊完，我们把镜头拉远。JP Morgan 最新更新是2026年5月17号，维持年底目标6000美元。Goldman Sachs 高盛年底目标5400美元。ING 荷兰国际集团第4季度目标5450美元。TDS Securities 预测2026年下半年回升到5000美元以上，全年均价大概在4831美元。这些数字摆在一起，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，没有一家投行的目标价低于现在这个4531，也就是说主流机构的共识是长期还要往上。为什么他们这么有信心？因为他们看的不是月线，是结构。第一个结构，财政赤字。去年也就是2025年5月16号，穆迪把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高的 AAA 下调到 AA1， 从此以后美国国债不再是绝对安全的资产。紧接着大美丽法案，英文叫 One Big Beautiful Bill， 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，这个法案在2025到2034年这10年里会让美国财政赤字额外增加 4.1万亿美元。4.1万亿是什么概念？
这个数字大到普通人没有感受。我换一个说法，这相当于在已经欠了一座山的债上再加一座山。第二个结构，美债收益率，3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今天已经突破 5%， 现在在 5.1% 到 5.2% 这个区间，这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花旗的研究指出，下一个关键位是 5.5%。 收益率涨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国政府借新钱越来越贵，意味着市场对美元长期信用的信心在一点一点松动。这就是为什么投行敢喊6000美元，他们看的不是下周的纪要，是未来10年的财政故事。第三个结构，央行还在买。虽然今天我们不展开这个话题，但你要知道一个背景，过去几年全球央行的购金量连续3年保持在历史高位附近。央行买黄金不是为了赚价差，是为了储备多元化。这股力量跟散户的情绪没有关系，跟 FOMC 的纪要也没有关系，它是长期的、稳定的、单方向的。所以短期波动归短期波动，长期逻辑归长期逻辑，这两件事是两个赛道。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，4531美元这个价位是恐慌还是机会？我不替你回答，但是给你3个信号自己判断。信号1，技术面4300美元这条线有没有守住？信号2，预期面 CME Fed Watch 上的降息概率有没有开始往上走？信号3，结构面穆迪降级、大美利法案、美债收益率、央行购金，这4件事过去1个月有没有任何一件出现反转？如果答案是前2个还在动，第3个完全没变，那这次回调的性质更像是再积累。如果答案是第3个开始反转，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时候。你需要知道的，机构目标价不是预测明天，是描述5年。短期波动测试的是你对长期逻辑的理解深度。接下来3件事，今天看完就能做。第一件，打开 CME 集团官网，找到 Fed Watch Tool， 把它加到浏览器书签，每周看一次6月会议的降息概率。当这个 99.9% 开始下滑，记下日期。第二件，找一份免费的财经日历，比如 investing.com， 把明天凌晨的 FOMC minutes 加到关注事件。纪要公布之后的第1个小时看成交量，不只看价格。第3件，每个月1号去 treasurydirect.gov 看一次美国国债总额变化。这个动作每月只要5分钟，但它能让你在下次回调出现的时候不再问该怎么办，而是直接看你的3个信号。如果今天这套3信号判断框架对你有用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明天 FOMC 纪要公布之后，我们会第一时间做一期解读，告诉你纪要里实际出现了哪些关键词，对应的信号是鹰还是鸽。不想错过的朋友订阅一下。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，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43300这条线明天纪要出来之后会守住吗？写下你的预测，明天我们一起对答案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，给我点个赞，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经营的人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见。